大家好，中草药与生活的奇幻旅程这一门课已接近尾声，学员们有许多的 Q&A 问题，在此我们将一一为大家细说从头。有学员问到，流产也是喝生化汤吗？流产的妇女建议一定要坐月子调养身体，但是要不要喝生化汤，要视每一位患者的情况而定。最好的方式就是找合格的中医师看诊。请学员们一定要切记，中医药是量身定做的医学，有身体的不适，一定要找合格的中医师看诊。有学员提到中草药混淆的问题，中草药有很多的俗名、别名，常有同名异物，容易让人混淆。接下来我们要介绍几个易混淆的中药材：黄芪、红芪正替代品，何首乌、黄药子正为品，藕节、莲藕正为品。首先，我们为大家介绍红芪以及黄芪它们的一个比较。黄芪大家或许非常熟悉，而红芪好像大家既熟悉又陌生。事实上，黄芪以及红芪两个药材在台湾市面上是正品及替代品。黄芪它的一个基源是豆科植物摩甲黄芪或蒙古黄芪之干燥根，而红芪呢，则是豆科植物多序言黄芪的干燥根。在鉴别上呢，黄芪它的表皮浅黄色至深褐色，皮部乳白色至淡黄色。红芪顾名思义，它的表皮就呈灰红棕色。黄芪正品的功效有补气生阳、益胃固表、利水消肿、脱疮生肌的作用。替代品劲芪，它的功效则有固表止汗、补气利尿、脱毒炼疮的作用。黄芪以及红芪在我们台湾市售的中药材中，两者往往混淆不清，是正品以及替代品。补气而言，在临床上偏好于使用黄芪。一般的黄芪觉知为甜，红芪觉知较甜，所以在药膳炖煮上，台湾的民众往往偏好使用红芪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劲芪。接着，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一样是药膳中常用到的一个药材——何首乌。何首乌与黄药子正品及伪品的一个比较。何首乌是蓼科的植物，何首乌之干燥块根。黄药子则是属玉科植物，黄毒之干燥块茎。在这个地方，或许大家已经发现了，何首乌以及黄药子分别来自于不同的植物，而在鉴别上呢，何首乌它的表面是呈红棕色，或者是红褐色，切面有黄棕色或红棕色的，皮部有云锦花纹环列的异形维管束。至于黄药子的部分，它的切面呈黄白色至黄棕色，具有颗粒状，而且散布的橙黄色的麻点，有多数黄白色及点状隆起的须根痕。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可以发现何首乌与黄药子这两个药材在
外观上以及在颜色上有明显的一个不同。接着，我们来看看正品何首乌以及伪品黄药子它们的一个功效上的不同。何首乌由养血益肝、固精益肾、健筋骨、乌须发为滋补的良药，在药膳或者是在临床上，何首乌的应用非常的广泛。而黄药子呢，它的功效具有消痰、软坚、散结、清热凉血等。而黄药子在使用上需要注意的是，黄药子有毒，需要慎用。至于黄药子有哪些不良反应呢？在这个地方，服用过量可能会引起口、舌、喉等处的一个烧灼痛，会有流涎、恶心、呕吐、腹痛、腹泻、瞳孔缩小。服用过量时呢，严重者还会出现黄疸，它直接的毒性跟大量的有毒物质在体内蓄积，更可能导致急性肝毒性。而在肝内达到一定程度时，会干扰细胞的代谢。最明显的一个临床症状就是黄疸，或者是造成肝昏迷。藕节与莲藕正伪品的比较。藕节与莲藕，大家听起来或许有点绕舌，实际上是不同用部。它们的一个基源都是睡莲科植物莲枝根茎的部分，而藕节的部分呢是根茎节部，莲藕则是干燥的根茎，一个用的是节部，一个用的是根茎。在鉴别上，藕节在节上有多数残留的须根及根痕，莲藕它则是断面呈白色，具有多数大小不等的孔洞，外皮呈黄白色。藕节在功效上有散瘀、止血、凉血、养血的作用。莲藕则有清热、解烦、解渴跟止呕的作用。由于藕节数量不多，所以药农往往会将莲藕来充当藕节使用。在这个地方，我们补充说明一下，莲就是核。一般所称的藕节药材，其真正的药用部位应该是指莲的根茎之节部。在台湾中药市场，几乎全部以整个莲藕，也就是根茎入药。这种药用部位混淆的可行性，尚待进一步的研究及探讨。